なんだっけそうだ。先睁开。他愿意让黑加布叫他爸爸，这可能是有关系的。哦，为什么你不能叫我爸爸？因为能叫我爸爸的只有一个人，但是他。ケンズ作れたよ。完了。人傻。我多傻。お前たちのお父さんじゃない。ごめんなさい、ご主人様。哎呦，哎呀，旁边那个负责人是不是想认爹啊？确实有点认爹。って言ったんだ。ずいぶんしんどそうだね。だから黒チョコを預かっとくって言ったのに、今度これ使ってみて。あんたがこいつら作ったのか。なんで人間を襲わせた。あんたの目的はグラニュート大じゃねえのかよ。こんないっぺんに。俺たちさ、利害は一致してるでしょ。グラニュートを退治する力が欲しいハント君と、グラニュートを倒せるだけの強い人間を作りたい俺。ねえ、俺がもっと強くしてあげるから。しんどいんでしょ。早く横になって。他急了，そろおじけすぎちゃって。啊？他以为是半斗怕的，还是他自己怕的？他以为慢走怕，他就从来没有考虑过伴奏的感情。就是把他当做小白鼠啊，才不会考虑他的感情。没有啊，他觉得是 win-win 啊。对啊，他觉得我还对你挺好呢。那说白了，他的价值观有点问题了，是不是？对对对，这个人就不太正常。我操，放飞了。我给你送回去。不能去双赫勒里，但送到另外一个疯狂科学家那里。给你送到沙滩人手里。好歹自家人，已经有一个老累死了一个。ごめんさちかさん、怖い。大尾带能不怕吗？你应该跟他说，其实 Lucky 也长这样。ごちそうたちがいない。何があったか聞こうと思ったのに。你好，帅啊！好快啊！哦，杨静之水。哦，牛了牛了牛了！你是我生的吗？何があったのかな。我不可能告诉你任何事情。骗他，你骗他。こっちさ、この子のことも調べられる。ハントのことお願い。どこ行くの？直接我去送人头去。好玩呐！是什么？这不是摇篮曲啊！摇篮曲吗？珍しいね。コーヒー飲む？あなたに何したの？そっかそっか。君んとこ行ったか。そうだ。翔馬くんさ。这个配个摇篮曲真难崩啊！是啊，而且那个摇篮曲现在开始诡异起来了，是吧？对，他变小阴森的小哥哥。ハントくん元気かな？你行你啊！好。这个奇怪的组合是怎么回事？连你也被害了吗？翔馬の王子です。悪かった。そんで助かった。お前さんみたいな反応。习惯了。我确实是哦，你看深圳和拉提亚也干了。上次这个差点没把我打死。体内に埋め込んでるな。震惊的信国。什么鬼啊？封印啊！对。負担が半端ないことになるようじゃ。翔馬のご地蔵を使うのがギリギリのラインじゃろうな。返してくれ。还给我，我要数值。なんでだよ。そこまで覚悟決まってんだったら馬将のご地蔵使えばいい。没素质啊，大姐！这个太垃圾了。危ないかもしんないのに。你以为我不想用啊？すが。はい。なんか一言どうぞ。クメハント。油断してた。翔馬くんに会いたいんなら、渚浜映画館の地下駐車場、そこまで来て見せたいものがあるから。我有好看的要给你看看。作ってたのはすが。俺にバレンの力をくれたやつだったんだ。なんと。其实叔公应该猜到怎么回事了吧？很微妙的星际差。对啊。体調悪いんだよ。原因はメンタル的なやつだって。そういうことかよ。おい、まだ安静に。俺のせいなんだよ。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就是你的错。你妈！ラキアン行ってみてくんない？わかった。ラキアン。知らない？仮面ライダープラム。哎，大卢。哦，他不知道，起了个外号。哦。お前か。俺はラキアじゃないラキアだ。我知道他等下要干什么，我就想笑，你知道吗？滑下去。很离谱，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他快1.9米的个子了，你要想滑那么短的滑梯。滑。大卢。ハント君ごめんね。体調悪いとこ。你妈了个！どういうつもりだ？言ったでしょ？見せたいもの。这玩意本来是要给半斗用的，这是你跑的。哇了，那条要帅。帅是帅的。こうしてこうか。なんだっけ？
先去睁开。哎，你们知道这个特效是什么意思吗？那个烤箱烘焙啊。哦，好，他们那个导热管。导管。对。ある程度安全性が担保されたのよ。ありがとね。で、俺が証明しようと思って、これを使えば翔馬くんより強くなれるってさ。おい。おい。哇，手痒难耐渴，打架。これでいいんだな。助かるぜ。このベルトとごちそうがどうしたの？俺らはニエル部が。让我来看看升值到的东西。わしにも作れるかもしれん。你大爷还是你大爷？新しいベルト、そしてごちそうが。哇，这首歌是那个双鹤的小曲。時間もったいないじゃん。なんて。炸鱼了这。あ、こういう風になるんだ。これをこうか。又有想象力的一节，别想象力，我操！有种数值的美。其实你们知道吗？贝壳的数值是接近暴雪学霸的。又是科学家诡异的战斗力。我只是个科学家。なるほど、そういうあれだ。俺が人間だから俺を倒したくないと。俺はやったんだよ。1、2、3。8人か。いや、もうちょいいたな。20年才害死8个，已经很少了。我们可以了，不说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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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餌になってくれた人にもね。餌啊，要崩溃了。折磨他了。来干了比利，高了比利。没想到是他被盯上了，所以他师傅才死。俺っていうか、ニエルブ君に相談したからだけど。実験台にできそうな有望な人材を見つけたんだけど、あ、ハント君のことね。どうやって体をいじらせてもらおうかなって思ってたとこに、ニエルブ君が僕に任せてってさ。極秘の任務を受けてもらう。俺は不必回收，虽然我一点都不意外。没有，主要是半斗他是有信息差的，我们是没有的。对啊。哇，他还感觉对不起吗？你真对不起吗？哎呦，错，酸醋，酸醋。哎呦，今逃げよ。何やってんのよ。爆烟，小手烘焙导致的吗？烘干了。哦。所以第一人选一直都是半斗的这个贝壳枪。贝壳是烘焙嘛，是热的，所以你要搞冷的。一方面也有这个原因嘛，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现在生真只吃得了雪糕。对对对。下集预告是这样子的哈，岩谷师傅实则因自己而死，让半斗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看到憔悴不甘的半斗，生真竭尽全力安慰着他，试图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就在两人努力面对困境时，川鹤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并试图带走半斗。为了打倒川鹤而挺身而出的两人，再次与川鹤对峙。生真与半斗的羁绊换来奇迹，瓦冷全新的力量觉醒。我跟各位说一下，加长版的预告里面，布兰博跟彼得嘎布打斗的场景里放了小孩子的照片。而且那个房间看得像是婴儿房，就说白了，下集应该会借此来揭示双鹤魔怔的导火索嘛。假如这小孩是因为沙糖人死了，那如果非要跟主线绑定在一起，就可以说是双鹤的老婆孩子被打工仔抓了呗。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他愿意让黑加布叫他爸爸，这可能是有关系的。哦，为什么你不能叫我爸爸？因为能叫我爸爸的只有一个人，但是他死掉了。应该叫他干爹，干爹，白胡子是吧？还是让主人吧。黑吗？要我猜的话，就有可能是双鹤的克隆体，因为后面双鹤还会复活嘛。不知道里耶鲁布是不是把克隆体的器官移植到双鹤身上了？也有可能，这个只能等着看了。不过我猜 K 应该已经培育出来了，不然刚刚那段放摇篮曲干什么呢？双鹤和二哥到底什么时候认识的？我倾向于他有可能会不讲，没什么必要也。首先就不好去解释，跟那个小孩的事情有关系，不然我觉得不会提到。是啊。再给各位说一个点哈，上集朝日官网里面是有一个提问的，川鹤委托了里耶鲁布什么事？其实我的一个理解里面是川鹤让里耶鲁布给自己做了改造手术，不然解释不了他自己为什么能够变身嘛。确实，你们脑补一下，他自己给自己做改造手术怎么可能呢？在这么痛的一个情况下，那要是打麻醉的话，还怎么给自己做改造呢？但是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这集并没有answer朝日官网这个 question 的情节出现，不太确定是不是删掉了还是怎样。可能下集
或下集给个回应，真是哦，就是肢体回收回来嘛，一边回收一边过去。可以。其实我还有一个点不是很理解，就是酸鹤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于半斗？你要这样想，酸鹤这个年龄还能有多久的时间再遇上下一个？哦，也对，而且半斗本身很痛恨砂糖人，这样反而更容易被酸鹤拿捏。不然再随便改造一个人出来，即便手术成功，不好利用，对酸鹤就没意义了嘛。所以要么就继续搞半斗，要么就自己上。但酸鹤的年龄已经摆在那了，那就只能搞半斗了。说白了都走到这里了，你换个人来做，你说不定黑巧用几场，你已经死在那里了。哎，不是，他既然都已经搞出了比特嘎布了，有更强的生物，更好的选择，那为什么他还要执着于半斗呢？这里也说不通了。半斗是人呐，比特嘎布不是人，不是人怎么了？我觉得按这位观众说的可能是对的，因为比特嘎布是克隆人，不是酸鹤原创的，所以即便克隆人再强，也不是酸鹤自己的实验成果，就科学家的尊严之类的东西嘛。但是半斗是他自己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那感情是不一样的，就非要叫爸爸，只有半斗能叫。说白了，他把比特高造出来，只是为了给半斗提供保障。哦，对，一个是你说的，一个是为了刺激半斗，就不断虐他，让他有变得更强的觉悟嘛。说白了，比特高普诞生的意义，只是成为酸鹤眼中最强生物的垫脚石呗。对，接下来我稍微念一下这集播出后，我 Nico News 对潜到基特拉的采访里面，我认为有用的 QA 哈。那么关于你变身为憧憬的假面骑士的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我饰演的酸鹤岩造在假面骑士嘎博的世界中是一个极为异类的存在，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一种在晨间档节目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变身方式来表现它。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非常随意的变身。对于任何反派来说，变身的场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展示自己的机会。但我觉得酸鹤这个人并不会在意这些，他是一个认为结果才重要，过程无所谓的人，所以他的变身台词可能会像完成一项任务一样随意。我把这个想法简单的向制片人展示了一下，结果他说抠外，既然他觉得抠外，那就说明这个方向是对的，于是我就这么定了。那么酸鹤到底是个怎样的角色呢？酸鹤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危险人物，也不认为自己做了多么恶劣的事情。我在饰演他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刻意去表现他是个多么可怕的人。他不是那种精神变态的感觉，而是基于其实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吧来塑造的。比如有些人不会察言观色，或者反应显得很假。大多数人在吃到美味的饭菜时会说太好吃了，但偶尔也会有人说还行吧。我只是稍微夸大了这种感觉，并没有特别刻意去演一个奇怪的人。酸鹤的优先顺序不是人，而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像很多人会把兴趣爱好放在朋友或恋人之前一样。酸鹤就是这种性格的极端表现。此外，酸鹤其实挺诚实的，他不会说一些奇怪的谎言，而是那种话没说完不算撒谎的类型。比如在拉基亚问他是谁告诉你的时候，他明明可以随便编个名字，但他却说是谁来着。虽然结果可能会让人觉得他难以捉摸，甚至觉得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但这并不是我刻意追求的，我只是在细节上，比如对话的温度和节奏上，刻意不去配合对方。确实啊，就是半斗快要死了，酸鹤还是用着平常的语气说话。没错，而且即使变身了，我也不想让他发出哈哈哈那种典型的反派笑声，所以我尽量不让他在穿上战衣后发出那种适合战斗场景的声音，而是让他一边战斗一边用随意的语气说话。这很符合酸鹤的性格呢。虽然剧本上没有写，但我一直在即兴加台词。一起配音的知念银河和日野由辅都惊呆了，问我配音可以这么自由吗？我赶紧解释说，呀，这只是因为酸鹤才这样，你们可千万不要学哦。我希望观众能看到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战斗场景。之前有观众猜测啊，酸鹤和里耶鲁布是同一个人，你怎么看呢？别说演员了，连工作人员都完全不知道。听到这个说法时，我也很惊讶。据说是因为他们推眼镜的方式一样，但其实这只是巧合。酸鹤原本并不是戴眼镜的角色。开机前的服装试装时，我从家里带了几副眼镜过去，我完全不知道斯图马克家也有戴眼镜的角色。结果导演说，戴眼镜也挺有意思的，于是就定下来了。没想到这竟然引发了同一人物说，这是看了宿主的视频是吧？不过当时那个氛围确实容易让观众误解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嘎布毕业季特别节目，剧情不是重点啊！我想说的是，半斗在向武部老师和龙岛老师求救的时候，酸鹤老师回了句：“两位老师都在忙着准备下一所学校的事情。”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去得知了。对，假面骑士嘛。老师用武部啊？会连这2年5部吗？也没什么问题吧？我其实之前也在社群里面跟小团体成员聊了一下，下一步骑士有没有可能又找那个男人来写剧本？大家很期待，期待。
个很期待。最后再念一下本周特色相关的推特热搜10条哈。第一位，你们猜一下。 Number one，我记得几乎是嘎布吧？对，这都是嘎布。第2名，豪兽者2.8万加相关热度，然后嘎布是5万加。第5名是酸鹤赏1.2万加相关的10条。第6名是潘迪有7000加相关的10条。第9名是朝日。第11名是萨奇卡赏。第14名也是朝日哈。第15名是疯狂科学家有5400加相关10条啊。第16名是丹特出工2400加相关的10条哈。第17名是浅招赏有4700加相关的10条。第18名是砂糖人有3500加相关的10条。第19名是卡式磁带。第20名是 Lucky 有1600加相关的10条。具体在讨论什么东西呢？相信也不需要我再讲了是吧？第21名触鹤赏啊，1300加相关10条，就是酸鹤，日文发音是一样的。这个应该是日本网友打错字了是吧？对啊。第22名是脚奶酱啊，第23名独角兽钻头，第24名长夏总理，第25名生真6800加相关10条，第27名灰色的眼睛，第30名尼耶鲁布有1500加相关的10条。为什么会出现尼耶鲁布呢？说白了他们在比烂，现在就觉得尼耶鲁布跟酸鹤一比不是很够看的，还是太年轻了。OK， 小虎上级的观众还请尽跳转，点赞的事情也拜托了。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